2010年3月29号，沸沸扬扬的胡适泰间谍案判决结果出炉，犯下受贿罪、侵犯商业秘密罪等罪行的胡适泰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消息传出，全国民众无不拍手叫好，只因这位黄皮肤黑头发、操着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儒雅商人，实际上却是一头披着华人外衣的恶狼。那么，打着华人旗号坑蒙拐骗6年时间的胡适泰，如何让中国损失7000亿元？此人的无耻行径又如何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？胡适泰1963年出生于中国天津，初中毕业后，他进入当地一家机械工业学校学习车工。1976年高考恢复后，胡适泰凭借多年的知识功底和灵光的头脑，竟一举考入北大历史系，摇身一变成为备受尊重的高材生。据当时北大的同学回忆，胡适泰在大学里很有才气，虽然学习成绩只能算中等，但因为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，因此很受欢迎。平日里，胡适泰为人素来低调，待人也很谦逊。大学毕业后，胡适泰进入中信集团工作。北大学历，一毕业又进入这么大的企业工作，胡适泰的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胡适泰便放弃这一切，选择只身前往澳大利亚留学。前往海外留学倒也没什么，可留学生涯结束后，胡适泰却没有返回家乡，而是进入当地一家铁矿石企业工作。国际铁矿石巨头力拓将这家公司收购后，胡适泰便成为了力拓的雇员。在海外工作也可以理解，但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自幼在中国生养，靠中国的教育资源被培育成才的胡适泰，却选择在1997年放弃中国国籍，成为一名澳大利亚人。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拓，对中国了如指掌的胡适泰被力拓派回中国，担任中国区贸易代表。业务方面，胡适泰的能力没得说。来到中国后，他通过请客吃饭喝酒这一套中国人常用的交友方式，迅速与中国各大钢铁矿石企业拉近关系。一段时间下来，他的足迹遍布宝钢、首钢、新钢等单位。打着交朋友、聊交情的幌子，胡适泰迅速与国内一众钢铁企业结为好友，成功打入中国钢铁业的朋友圈。在铁矿石和钢铁行业，胡适泰的名字如雷贯耳，他是大家心目中标准的职业经理人形象，温文尔雅，谦和有礼。在中国钢铁行业业内，大家对他的印象同样如此。胡适泰为人亲和，做事积极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，他能付出一腔赤诚与火热。他的态度让人感觉到，他压根儿不是一个澳大利亚国籍的中国区贸易代表，而是站在中国这边有着特殊使命的潜伏者。但殊不知，这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华人贸易代表，却在绞尽脑汁为澳大利亚谋利。胡适泰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，也是那些跨国公司驻华高管常处于两难选择的典型代表。在职业素养和国家利益之间，这些人常常进退两难，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。可这个问题对于胡适泰来说似乎并不难做，他果断选择公司澳大利亚利益至上。最可恶的是，披上澳大利亚外衣的他，还很懂得利用中国智慧为自己的公司谋取利益。为了能够获取更多有关中国钢铁、铁矿石行业的市场信息，胡适泰带领力拓中国区销售团队多次深入到中国3、4线城市的小钢厂，去深度挖掘各种机密信息，包括钢铁原料库存的周转时间、进口铁矿的平均成本、每吨钢材的毛利、生铁单位的消耗等等。胡适泰很重视实地调研的价值，更知晓自己的间谍身份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。主政力拓中国区期间，他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，利用金钱腐化诱惑别人，从而换取机密情报，成了他的惯常操作。尽管胡适泰不是力拓的高层领导，他从不会出现在两国铁矿石贸易的谈判桌上，但他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人脉和信息优势，为集团提供大量机密信息。胡适泰极少出现在公共场合，也几乎从不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开出来，甚至与外界交流，他也尽可能的使用坐骑，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监听、被注意。如此掩人耳目的行径，将其间谍角色本质彰显得淋漓尽致。2005年，全球铁矿石市场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，世界3大矿山企业在谈判中屡屡向世界各铁矿石进口国索要高价涨幅，供需双方矛盾凸显。中国身为铁矿石进口大国，频频与3大矿石企业接触交流，而夹在二者中间的胡适泰则开始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，想方设法为力拓铁矿石谋利。彼时的胡适泰给人的印象总是十分儒雅，他留着分头，西装穿戴齐整，言语气质十分国际化。像他这类曾在国企工作又拥有国际化事业气质的人，也正是力拓这类矿业巨头所看重的。据3大矿业内部人员透露，像胡适泰这样的位置，一年年薪应该有10万美元左右。矿山效益好的时候，每年的奖金甚至会跟薪资一样高。而为了这每年20万美金的工资奖金，胡适泰可谓是削尖了脑袋去搜集信息。胡适泰轻蔑地表示，在中国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去打听到最有价值的情报，这种情况在日本就不会发生。
胡适泰认为中国人没有保守秘密的习惯，很轻易就会把消息捅出去。有时候一顿饭就能从钢厂问到有关库存产量等信息，从官方协会、政府挖来的人打听这些消息，甚至会更容易。胡适泰的手段，哪怕是同行都不禁感慨，不应该为了自己升职加薪，将许多原则性问题忘得一干二净。一位曾与胡适泰有过接触的人表示，他曾友善地劝诫过胡适泰，跟中国打交道还是不要太利己，要为中国的未来想一想。可胡适泰却根本不在乎，声称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有人计算，胡适泰在中国潜伏的这些年，给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不下上百亿。胡适泰间谍案爆出后，网络媒体对胡适泰事件做了调查，在13万名被调查者中，89.5%以上的人认为，胡适泰收集中国钢铁行业信息再传递给力拓的行为，已经算是窃取国家机密。69%的人认为，胡适泰已经可以被视作工业间谍。民众普遍对胡适泰持谴责态度，更有人以汉奸和买办称呼他，呼吁要对这种人进行惩罚。而公众不知道的是，胡适泰的行为远比表面上要恶劣得多，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也绝非几百亿，而是高达7000亿。那么，中国是如何将胡适泰这个间谍揪出来的呢？给中国带来如此惨痛损失的罪魁祸首，又将接受何种严厉惩罚？2003年，中国钢铁相关工业发展蒸蒸日上，国内铁矿石进口量与日俱增，因此展开了与3大矿山集团的谈判中。然而，在谈判过程中，中国钢铁行业所有关键数据竟全部暴露在了对方的眼皮子底下，我们还浑然不觉地想着如何与对方讨价还价。从胡适泰那里充分掌握中国市场数据的3大矿山，一路稳坐钓鱼台，从2004年至2007年的3年间，将对华矿石出口价格提升71.5%。如此高昂的价格让中国钢铁协会忍不住吐槽，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能抓住我们的痛点，任何数据都摸得这么准？2008年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，中钢协准备在国内经济波动较小的情况下，再度与3大矿山集团展开博弈，试图在铁矿石的谈判上扳回一局。然而，就在双方的谈判进入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时，胡适泰再度成了搅局者。他私下里绕开中钢协，凭借私人关系与江西平钢签署了一份长达10年、总量达上千万吨的铁矿石购销合同。消息传出，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纷纷效仿平钢，与力拓签署合同。中钢协这边的谈判计划顷刻间告破。这场失利让中国不得不在2007年铁矿石价格的基础上，接受澳大利亚85%的价格涨幅。时间来到2009年7月，中国再度与3大矿山展开交锋。当二者因为价格僵持不下时，胡适泰再度通过自己的人脉圈子，以重金利诱，竟得到了中国的谈判底线。胡适泰的这番操作让中国铁矿石谈判一路溃败，中钢协压低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又一次告吹。而此次失败后，胡适泰也引起了中钢协的注意。1个月的彻查后，中钢协才恍然大悟，这6年来为何一次次被3大矿山摸清底线。相关单位立刻出动，将正在沾沾自喜的胡适泰逮捕归案。此事发生后，一度引起中澳两国的震动。澳大利亚总理直接向中国提出最高交涉，试图将这位给澳方创造数千亿价值的功臣带回去。澳方的无理诉求自然没有得到中国响应。2010年3月29号，胡适泰被送上法庭，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、受贿罪等罪名数罪并罚，处以10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100万元。这位披着华人外衣、脑子里只想给自己和澳大利亚谋利的叛徒，总算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胡适泰的结局令人大快人心，生养于中国，受惠于中国，结果却利用自己的智慧为别国攫取中国的利益，如此恶行，着实可恨。好在他最终没能逃脱恢恢法网，也好在他选择了加入澳大利亚国籍，否则背上中国人的身份，这种狼子野心、忘恩负义之辈，他日也必成祸患。